欢迎你来到咖啡屋，我是一彩。姐妹们，中年女人怎么穿才显贵还不费力呢？我把高圆圆的穿搭都看了个遍，发现她只靠5个法则，就把干净、松弛、高级锁死了。第一个法则，色彩温柔分层，越淡越显贵。姐妹们，你有没有这种感觉？年轻的时候，我们喜欢穿亮色、花色，觉得要出挑。可一到中年，这些颜色反而更容易出错。同样是花钱买衣服，模特穿着显气质，我们穿着显乱显老。为什么？不是你不会穿，而是你没穿对颜色层次。你看高圆圆，她的穿搭不是靠名牌赢的，是靠色彩温柔分层赢的。她一身几乎全白，但不会死白，外套是柔和奶白，里面针织比它深一点，裤子更淡，像被冬天的阳光打了一层柔光。它的颜色不是撞出来的，是层层淡化出来的。记住这个公式：一浅一深一中和，全身不超过3种颜色。比如上衣用奶白，下装用燕麦，中间搭一件浅灰毛衣，或者上衣灰，裤子白，外套驼色，也同样高级。这一套就是冷静中带温度。白衬衫打底，外面那层短绒像奶泡，黑裤稳住整体的重心，颜色少但呼吸感强，这就是中年女人的贵而不显摆。看这套，上身暖下身静，像阳光洒进牛奶里，全身都是温柔色，却一眼高级。你注意看它的配比，驼色占 40%， 白色占 60%， 刚刚好。如果你用反了比例，全身驼反而会闷住。所以深色当点缀，浅色当底色，中色来过渡。这套我特别喜欢，因为它用冷暖中性色混得刚刚好，上半身偏冷，下半身偏暖，看起来既沉稳又有呼吸感。有姐妹可能会说，我没有她那件奶白外套啊，我穿白裤会显胖，我黄皮，不敢穿浅色。一彩给你几个具体替代方案：没有奶白外套，选燕麦、米驼、浅卡其，这些颜色更亲肤，对黄皮更友好。上衣别太厚，选质地有垂感的针织或短呢料，这样光一打，脸色反而更透亮。如果觉得白裤显胖，那就换奶灰或者浅卡其直筒裤。重点是面料厚一点，线条挺一点，裤脚不要太贴，松一点反而遮肉。再加一条细腰带或塞衣角，腰线出来，腿自然长。黄皮最怕惨白，但可以穿暖白。暖白其实就是带一点米色调的白，比如奶油白、象牙白、杏白。你再搭上驼色、可可、焦糖，整个人就像加了柔焦滤镜。预算不多，也可以穿出高圆圆那种呼吸感。只要你记住这句口诀：上浅中柔下稳。比如上衣选白或者米白针织，中柔就选燕麦或者灰西装外套，下装就选深灰或者黑裤。颜色的明度一层比一层低，你的气质就一层比一层沉稳。姐妹们，你是不是经常觉得自己穿衣怪怪的？衣服都不便宜，但穿上不是显胖就是显邋遢。想穿宽松点，又怕没精神；想收一点，又怕勒出肉。其实问题不是你不会穿，而是你没掌握松弛与结构的平衡。高圆圆穿搭的第2个法则就是线条松弛有骨。一句话总结就是，衣服松一点，气场要稳一点。她几乎从不穿紧身衣，但你会发现她的宽松从来不是没型，而是那种松得刚刚好。你看这套，外套是短而松，袖子自然堆起一点褶，裤子却是高腰直筒，线条笔直。
外松内收，一下就把比例拉起来。这就是高圆圆的诀窍，衣服要围着身体走，不是贴着身体走。这套穿搭，外套是松的，但层次有骨感，它里面穿了2层牛仔衬衫和一点红打底，腰线自然上移，外松内收，所以整个人虽然放松，却一点都不塌。这也是他最会的地方，松不等于散，宽也要有秩序。如果你没有高腰裤，那就把上衣前面半塞进去，哪怕1指宽也能提升5厘米。怕腰粗，用同色系皮带假腰线一下，不信你试，半塞一下，整个人立刻精神了。没有高挑比例，那就制造竖线。外套敞开，裤线笔直，鞋头尖一点，这3点能让你在视觉上高5公分。如果你肩宽手臂粗，怕穿短外套，那就选肩线稍落，袖口微松的廓形外套，材质软一点，比如羊毛、棉麻，这样肩膀线条会变流畅，人自然变温柔。如果你怕西装硬朗，那就让线条柔一点。像高圆圆那样，她从不选死板西装。她的西装肩线不高，材质略软，版型略宽，这样既显利落，又不会显胸。实操中，上班场合就选软的西装，休闲出游就选换针织开衫加阔腿，2种思路都能松弛有骨。如果你腿粗，千万别选紧身裤，紧的只会暴露问题，要选直筒9分，质地挺一点的裤子。上身短一点，脚背露一点，视觉上自然腿细2圈。高圆圆给中年女人的第2个启示就是，松弛不是没型，舒适也能有骨。你不需要每天都挺直腰板去装气质，只要衣服帮你把结构撑起来，你自然就有气场。它的穿法是让线条有节奏，上宽下直，外松内收，松弛的外形撑起了自信的姿态。姐妹们，你有没有发现，有些女人穿着全是名牌，但看上去就是硬邦邦的，而有些人即便全身平价，走过你身边时，却会让你忍不住回头。这差的不是钱，而是材质的温度。高圆圆的第3个穿搭法则就是让布料替你说话。它从不靠图案抢眼，它靠的是面料在呼吸，光在流动。你看这一套，上半身是粗针织，颗粒感强，哑光的，下半身是皮裙，光滑反光，哑光加亮面一叠，整个人就有了层次和故事。这就是他聪明的地方。视觉对比是高级感的来源，而很多人穿不出质感，是因为全身的面料太单一，上针织下针织，上棉下棉，结果就像裹着被子出门。你要做的不是堆款式，而是把重点放在材质的节奏上。比如高圆圆这一套，上松下挺，上雅下亮，人就立起来了。还有这套就是有温度的生活感，针织是粗的，有颗粒，法兰绒是软的，有暖意，一柔一厚，就像冬天手心的那杯热拿铁，不烫，但刚好能暖进心里。所以姐妹们，我们穿衣材质要有层次，不能全是滑的，也不能全是糙的。高圆圆教我们的其实是质地的对话，一亮一雅，一软一挺，一厚一薄。当材质有呼吸，气质才有温度。实操中，如果你下半身偏胖，千万别穿贴身亮布料，那会放大一切。要选有厚度、有垂感的材质，比如针织、呢料、醋酸面料，这些布料能帮你藏线条，走动时自然顺滑，反而显瘦。如果你怕皮革太硬，你可以学高圆圆这样搭，皮裙配软针织，皮裤配柔衬衫，让硬和软互相抵消，既有气场又不显胸。重点不是多，而是对比明确，层次分明。
比如，上层毛衣是蓬松的，内搭衬衫是光滑的，外层大衣是挺阔的，怎么避免老气面料？2个字，拒绝僵硬。任何让你穿上不想动的布料都显老，像廉价聚酯、僵硬棉、闪亮化纤都要慎选，要么有流动感，要么有毛感，要么有织感，这是高级感的3条命脉。高圆圆从不追流行，她追的是布料的情绪。衣服不是标签，而是皮肤的延伸。好的面料不光能显瘦，更能显新。她的衣服在光里是温柔的，在风里是流动的。这就是中年女人的温度美学。姐妹们，你知道吗？决定一个女人气质的，不是她穿什么衣服，而是她点在哪儿。高圆圆的穿搭之所以耐看，是因为她掌握了一个关键，配饰不多，但刚刚好。她从不堆叠饰品，也不抢镜，却总能在某个细节上轻轻点一下，整个人就被唤醒了。这就叫一笔定气场。全身素色时选一个亮点，耳环、包、鞋只要一处，比如驼色外套加白裤就加金耳环，灰针织加黑裙就加亮色包，红奶白都行。高圆圆常常不用项链，而是靠领型和材质，像丝质衬衫、微光针织在镜头下自带反光视频感。你没项链，那就换上有光的领口，光线帮你提亮，肤色自然提气。配饰最稳的组合是包鞋同温度，互点头，比如白针织加灰裤，棕鞋加棕包，驼外套加奶裤，黑鞋加黑包，黑裙加红唇，奶白包加白鞋，同色或近色，整身就和谐。耳环提亮的是头部线条，你也可以用配件代替，丝巾绕颈一圈，露出锁骨，贝雷帽或眼镜框，增加层次。这类配件最妙的是能让你有故事而不显刻意。高圆圆常选硬挺有角度的包，因为形状等于态度，包有结构，人就显挺拔，包塌了整身气质也跟着它。所以无论贵不贵，只要包立得住，气场就站得起。高圆圆的穿搭告诉我们的第4个法则是不靠堆叠，而靠精准。饰品小，包简单，斜线干净，可正因为留白才显得高级。配饰从来不是装饰，而是气场的收尾。姐妹们，我们每天都在为今天穿什么发愁，衣柜里满满的衣服，却总觉得没有一件合适的。要上班，要接孩子，要出门聚会，是不是常常觉得要准备3套衣服？其实大可不必，我们可以调整搭配的节奏感，用同一套思路打造3种生活。一彩分享给你几个实操切换公式。一是通勤版，干净利落，有力量。通勤穿搭的关键是线条明确，留白干净。高圆圆常穿西装、风衣，短呢大衣，内搭衬衫或者针织衫，下装穿高腰直筒裤或者长裙。你只要记住这2点，不要太花，不要太松。一件西装外套加一条直筒裤，配对好了就能走天下。二是休闲版，柔和轻盈，有温度。周末、咖啡馆、散步出游，高圆圆就靠针织加裤装打天下。比如奶白针织衫加燕麦阔腿裤，灰色针织加黑裤，驼外套加白裤，全身一气呵成，没有冲突，舒服自然，却依然精致。休闲不是乱穿，是放松的秩序。三是晚间版，克制优雅，有气场。高圆圆从不穿花哨礼服，但她能靠材质和反差做出晚间气场。她最常见的组合是西装外套加丝缎裙
或者黑长裙，它不会闪，却很亮。那种亮是从内而外的自信柔光。对于我们来说，没必要买那么多的衣服。同一件衣服可以换不同穿法，比如一件白衬衫，通勤就塞进裤腰，休闲就卷袖散摆，晚间就配丝巾加耳环；一件驼外套，通勤就配西裤，出游配牛仔，晚间就配长裙。如果你不会搭配，那就按3件套原则来，每一套搭配都可以分成3层。外层是外套，比如风衣、西装、大衣；内层是打底，比如针织、衬衫、T 恤；下层就是下装。你只要学会换其中一件，整身气场就变了。比如上班穿驼西装加白 T 加黑裤，休闲穿针织外套加白 T 加牛仔，晚间穿驼西装加丝缎裙。如果你不确定颜色，就用同温差法则。什么意思？比如你喜欢驼色，那整身就在暖色温里变化。上衣奶白，裤子燕麦，鞋子棕。再比如灰色系，上灰白，下深灰，包银灰，全身在一个色温里，你永远不会出错。高圆圆的最后一条穿搭哲学其实是生活哲学。场合变了，但我不用换一副模样。她的每一套衣服都能跟她的气场一起呼吸。她教会我们，穿衣不是取悦场合，而是顺应自己。姐妹们，你有没有发现，当一个女人真的开始懂穿，她的脸会变得柔和，她的神情也开始安定。她不一定年轻，但她一定让人想多看几眼。那种看不厌的气质，不是化妆画出来的，而是穿搭里藏着她的心。到了我们这个年纪，比漂亮更重要的是和自己相处的从容。衣服不是伪装，而是生活的延伸。当你学会让颜色呼吸，让线条留白，让布料有温度，让配饰点到为止，你就会发现，不需要别人认可，你自己已经很好看。所以姐妹们，别再害怕变老，也别害怕穿错。你不需要像谁，你只需要穿回自己。当你懂得让衣服为你说话，你就能在每一个日子里温柔安静，但绝不平庸。我是一彩，我在独处咖啡屋陪你一起用一身衣服穿出属于中年女人的底气、分寸与光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欢迎留言和投稿，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